清晨的菜市场总能看到这样的身影，头发花白的老人提着布袋，在摊位前仔细挑拣，青菜要最新鲜的，肉块尽量避开，油瓶里滴着几滴香油就算够了。回到家，灶台上熬着一锅白粥，旁边摆着2碟清炒时蔬，没有红烧，没有油炸，甚至连盐都放得极少。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养生。年纪大了，肠胃弱了，3高来了，就得清淡点，少吃点，让身体歇一歇。这念头根深蒂固，从父辈传到手边，写在超市促销的标语上，刻在邻里闲谈的叮嘱里。他披着关怀的外衣，裹着经验的糖衣，让人深信不疑。可医院的风湿科和老年病房里却藏着另一种景象。病人躺在那里，衣服空荡，走路发飘，稍微碰一下就淤青，咳嗽几声肋骨隐隐作痛，抽血化验，白蛋白偏低，肌酐异常，骨密度报告上写着明显的骨质疏松。家属一脸不解，说我们吃的已经够注意了，为什么越是忌口，身体反而越垮？医生往往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，不是你们吃错了，是你们给老去的身体喂了不该吃的东西。岁月从不许诺永恒的健康，它只留下一个朴素的规律：当引擎逐渐减速，燃油的标号必须升级，而不是减少排量。70岁以后的身体不再是需要节衣缩食的旧机器，而是需要精心调教的精密仪器。过去那种靠饿、靠淡、靠硬扛的克制，正在悄悄抽走生命的底气。真正的养护从来不是做减法，而是做转化，把泛泛而谈的清汤寡水换成精准匹配的滋养，把对食物的恐惧变成对身体的倾听。当你明白每一口饭菜都不是负担，而是细胞重建的原料，那些藏在餐桌上的秘密就会慢慢向你敞开。这不是玄学，是生理学的低语。它在每一次消化酶的分泌里，在每一次肠道蠕动的节律中，在每一次骨骼钙化的微光下，你只需要愿意听。人的身体是一本书，年轻时页页翻飞，到了晚年才渐渐显影。70岁这道坎跨过去的人都会发现，代谢的节奏彻底变了，胃黏膜变薄了，胃酸分泌少了，消化酶的活性跟着下降。肠道内壁的绒毛开始萎缩，吸收面积缩小。以前随便吃点就能长肉的年代，现在连一杯牛奶都可能胀气。更隐蔽的变化在骨骼和肌肉里，成骨细胞的活跃度逐年递减，破骨细胞却悄悄活跃。钙质像细沙一样从指缝流失，骨小梁变细变脆，肌肉纤维也在无声的萎缩，特别是腿部和背部的核心肌群，力量下降的速度远超想象。这些不是疾病，是时间的自然笔触。就像一座用了70年的木桥，承重结构依然完整，但连接处的榫卯已经松旷，表面的漆皮也开始剥落。这时候你不是应该拆掉桥板让它停摆，而是该用更坚韧的钢材去加固节点，用更耐厚的涂料去保护表面。盲目节食恰恰是在最该添砖加瓦的时候主动撤走了建材。你以为少吃能减轻心脏负担，其实心脏更需要优质蛋白来维持心肌弹性。你以为清淡能保护血管，其实低脂饮食若缺乏必需脂肪酸，血液反而会粘稠，微循环更容易堵塞。你以为饿一饿能降血糖，其实长期能量不足，肝脏会分解脂肪供能，酮体堆积反而扰乱内环境。生理的真相从不浪漫，它只遵循能量守恒与物质交换的法则。衰老不是退步，而是转型。身体在向你发出信号，要求更高的营养密度，更合理的配比，更温和的吸收路径。这时候的你不需要苛求完美，也不需要恐慌焦虑，只需要把目光从秤上的数字移向碗里的内容，接受变化，顺应规律，用科学替代直觉，用滋养替代克制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犹豫的食材，原来都是时光赠予的修补酱。它们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只在日复一日的咀嚼与吞咽中默默缝合岁月的裂痕。别怕改变胃口，怕的是习惯绑架健康。别惧增加分量，惧的是匮乏掏空根基。当你能坦然面对一碗热汤、一块鱼肉、一勺杂粮，你就已经握住了打开生命质感的钥匙。第一样是优质蛋白质，它是身体里最沉默也最勤勉的建筑工。没有它，肌肉无从生长，免疫细胞无法集结，抗体难以合成，连伤口愈合都会慢上半拍。到了70岁，
蛋白质的需求不仅没降，反而比中年时高出2成，因为吸收率下降了，利用率降低了。同样的摄入量，身体只能截取1/3。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饭量，而是更纯的营养。当蛋白质长期不足，最先露出马脚的不是肚子，而是手脚。裤子腰围松了，袖管空了，小腿围细了一圈，蹲下再站起，膝盖发软，起身后眼前发黑。爬3层楼就喘不上气，不是因为心肺老了，是因为驱动心肺收缩的肌肉先一步泄了力。更可怕的是隐性衰竭，免疫力防线松动，感冒发烧频繁，组织修复迟缓，擦伤磕碰久久不散，情绪底色变灰，提不起精神应对日常琐碎。这些信号看似零散，实则同源，解药就在日常的烟火里。鸡蛋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，每天1到2个蛋白蛋黄都要吃，蛋黄里的卵磷脂能帮助脂肪代谢，对大脑和神经也有保护作用。很多人因胆固醇担忧丢掉蛋黄，殊不知现代膳食指南以放宽限制，完整摄入才能发挥协同价值。鱼肉要选带鳞片的淡水鱼或深海鱼，清蒸白灼，保留原鲜，肉质细腻易消化。鲈鱼、鳕鱼、鲫鱼轮流换，欧米伽3脂肪酸能抗炎护心，瘦肉切成丝或剁成蓉，拌进粥里或做成肉丸，入口即化，负担极轻。鸡肉、鸭肉去皮慢炖，汤清肉烂，适合牙口不佳者。豆制品不能少，豆腐、豆干、豆浆轮换着吃，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互补，肠道更喜欢这种组合。发酵豆制品如纳豆、腐乳、益生菌助力吸收，风味层次也更丰富。但要注意边界，吞咽功能退化的老人避免大块干柴的肉类，改用炖烂的鸡汤撇油或打成泥的鱼蓉。肾功能不全的患者，蛋白质总量需遵医嘱，不可盲目加量。搭配碳水一起吃，能显著提高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。空腹吃肉，多半成了燃料烧掉。记住，鸡肉是你最后的存款，蛋白质就是往里面存的利息。每天3餐分配均匀，不要集中在一顿狂补。睡前1小时少量温奶或酸奶，能缓释氨基酸，防夜间肌肉分解。厨房里备些熟鸡胸丝、卤牛肉片、嫩豆腐块，随时取用，不费功夫。让蛋白成为习惯而非任务。当你看见镜子里肩膀挺阔、步伐踏实，那是细胞在轻声致谢。第二样是膳食纤维，它是肠道的清扫工，菌群的粮仓，血糖血脂的缓冲带。现代人吃得太精细，精米白面占了大半，粗粮蔬菜退居2线。70岁以后，肠道蠕动本就缓慢，若再缺乏纤维，便秘就成了家常便饭，排便费力，负压升高，心血管意外风险随之上升。长期便秘还会导致毒素重吸收，皮肤暗沉，口气不清爽，整个人像蒙了一层灰。更关键的是，纤维能延缓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，平稳餐后波动，减轻胰岛的负担。它的存在是让消化系统保持年轻状态的隐形开关。缺失时的表现往往是沉默的，几天不大便，肚子发胀，吃什么都觉得堵得慌，胃口越来越差，不是病，是肠子在抗议。获取途径其实很贴近地面。燕麦小米、糙米煮前泡1-2个小时，口感软糯，纤维完整。燕麦贝塔葡聚焦能吸附胆固醇，每日半碗即可见效。绿叶菜不要焯水太久，保留翠绿，切碎拌入主食。菠菜、苋菜、芥蓝轮番上阵，维生素 K 与钙质同补。菌菇类天然富含多糖纤维，香菇、金针菇、平菇轮流换着吃，口感滑嫩，肠胃友好。猴头菇、鸡松茸还有调节免疫的附加值。低糖水果如苹果、梨、猕猴桃，连皮带籽慢慢嚼，果胶会在肠道形成保护膜。苹果果胶遇水膨胀，润滑通便，效果显著。操作时有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，纤维吸水膨胀，吃多了必须跟上饮水，每天分次喝够温水，总量在1500毫升左右，否则纤维干结，反而加重堵塞。晨起空腹1杯温开水，唤醒肠道反射。餐间小口品饮，不可也喝2口。如果有肠梗阻史或严重胃病，需循序渐进，先从煮软的南瓜山药红薯开始，让肠道慢慢适应节奏。它不治病，但它营造了一个湿润通畅的内环境，让所有营养素都能顺利抵达该区的地方。肠道菌群喜欢多样性，每周至少10种不同植物食材轮转。
颜色越杂，多酚黄酮越多，抗氧化防线越厚。别迷信单一超级食物，平衡才是王道。当排便恢复顺畅，腹胀自然消退，睡眠也跟着深沉，你会明白，通畅不仅是身体的轻盈，更是心灵的透亮。第3样是维生素 D 与钙，它们是骨骼的钢筋水泥，肌肉的润滑剂，神经传导的信使。很多人以为补钙就是多喝骨头汤，多晒太阳就够了。其实晒太阳的效率远不如想象中稳定。季节交替，云层厚度，穿衣多少，防晒霜的使用，都在打折紫外线穿透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。75岁以上人群皮肤合成效率下降70%，室内活动增多更雪上加霜。而维生素 D 本身也是一种激素，它负责打开肠道吸收钙的通道，没有它，钙进去也留不住，只能随尿液排出。骨骼一旦失守，后果是连锁的，腰酸背痛变成常态，站立时不自觉微驼，转身稍快就听见关节咔嗒声，夜里腿抽筋频繁，脚趾僵硬。摔一跤，别人只是擦破皮，自己却可能遭遇股颈骨折。修复周期漫长，活动能力断崖式下降，安全补充的路径要清晰。奶制品依然是主力，酸奶低温发酵后乳糖含量低，适合亚洲人肠胃。奶酪少量食用，浓缩了钙与蛋白。小鱼小虾连骨吃，虾皮提前洗去盐分，再磨粉撒粥。深绿色蔬菜如芥蓝、苋菜、菠菜，焯水去草酸后凉拌，钙留存率高。关键在协同作用。维生素 K2 像一位精准的交通指挥员，把血液里多余的钙引回骨骼，防止沉积在血管壁。纳豆发酵产物含 K2 最丰，少量佐餐即可。镁元素参与钙的转运，坚果种子适量摄入能提供保障。向日葵子、杏仁微量常备，晒太阳要避开正午暴晒，上午9点前，下午4点后，露出面部手臂15分钟即可。不要指望单一食物解决所有问题，饮食打底，检测跟进，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补充制剂。钙不是越多越好，过量反而增加肾结石和便秘风险。平衡才是骨骼长寿的密码。定期查骨密度，看甲状旁腺激素水平，让数据指引方向。负重运动配合营养，双管齐下。当你能轻松上下楼梯，翻身自如，不恐高不惧跌，那是骨骼在为你撑起尊严的骨架。第4样是 B 族维生素，它是能量转换的火花塞，神经系统的绝缘层，红细胞生成的孵化器。70年代的人们常说累，现在的人也说累，但性质不同。过去的累是体力透支，睡一觉能缓过来。现在的累多是代谢迟缓伴发的精力枯竭，脑子转不动，记性下滑，手脚偶尔发麻，嘴唇起泡，情绪莫名烦躁。这些看似分散的症状，背后往往站着同一位缺席者。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，不参与储能，只负责催化。它在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3大宏量营养素的转化过程中，充当辅酶角色。缺了它，吃再多米饭面条，能量也无法顺利释放。身体就像装着满箱燃油却打不着火的发动机。常见来源藏在谷物的外皮和动物的内脏里，全麦面包、胚芽、米杂粮粥保留胚芽部分。B 族浓度远高于精白面，动物肝脏每周1次，少量烫熟切片，补铁又补维 B。猪肝、鸡肝、牛肝轮换，不贪多，重品质。酵母提取物、瘦肉、禽肉、鸡蛋、豆类发酵食品如纳豆、腐乳都是低调的补给站，操作边界同样重要。水溶性意味着容易流失，清洗不宜过久，烹饪温度不宜过高，蒸汽优于水煮。某些药物如降压药、抗酸药、抗生素会干扰 B 族吸收，服药期间需注意营养间隔，酒精代谢大量消耗 B 族，若有饮酒习惯，更要主动补足。它不直接带来饱腹感，也不立刻改变体型，但它让你的神经系统保持敏锐，让疲惫来得慢一些，退得快一点。当精神头回来了，生活自然就有了回旋的余地。尤其要注意维生素 B12， 老年人胃肠内因子分泌减少，吸收障碍高发，长期素食或服用2甲双胍者，务必关注此项指标。甲基叶酸形式更易利用，备孕长辈与认知衰退者尤需重视。
B 族是隐形的电网，维系着思维清晰度与情绪稳定性，定期补充，不是奢侈，是刚需。当你不再被昏沉裹挟，思绪清明如秋水面，你会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辅媒在暗处奔忙。误区往往披着关怀的外衣，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。第一种是极端素食主义，认为吃素能降脂降压，延年益寿，完全戒绝动物性食物。短期内指标或许好看，长期却面临优质蛋白匮乏，必需氨基酸不全，铁、锌、硒等微量元素缺口扩大，免疫力下降，脱发，面色萎黄，伤口愈合延迟。食物多样性才是底线，荤素搭配，比例均衡，远比非此即彼更安全。第二种是骨头汤迷信，熬的奶白浓稠，以为全是钙质。实际骨髓中的脂肪和嘌呤大量溶出，钙含量微乎其微。喝下去的不是养骨良药，而是隐形的高脂高钠炸弹。想补钙，直接吃奶制品和深绿蔬菜，效率高出几十倍。第三种是保健品替代正餐，把胶囊当饭吃，以为能一键补充所有营养，忽略了食物中的膳食纤维、植物化学物协同作用的复杂性，任何单一提纯的成分都无法复制完整食材的生态网络。保健品只能作为查漏补缺的辅助，绝不能喧宾夺主取代一日三餐。第四种是饥饿疗法，清血管，相信饿几顿能冲刷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，结果血糖骤降，引发心慌手抖，肝脏加速分解，脂肪产生酮体，酸碱失衡，反伤脏器。血管需要的是持续稳定的养护，不是短暂的真空期。红线原则必须牢记，吞咽功能退化者禁用整粒坚果坚硬肉块沾糯糕点，防误吸窒息。慢性肾病或肝功能受损者，蛋白质和矿物质摄入需严格对照化验单，自行加量等于雪上加霜。服用华法林等抗凝药物者，绿叶菜摄入量应保持每日稳定，剧烈波动会干扰药效监测，所有改变都必须循序渐进。今天多加半勺鱼糜，明天多抓一把燕麦，后天早起晒10分钟太阳。身体喜欢节奏，讨厌突变，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。不必追求别人的食谱，照搬照抄，也不必因一时做不到完美而自责。健康是一场马拉松，配速比冲刺更重要。把标准降到最低，把坚持拉到最长，时间自会给出答案。把专业建议落在餐桌上，不需要大动干戈，只需微调习惯。第一阶段先改烹饪方式，煎炸换蒸煮，重油换清炖，生硬换软烂。食材切小块，炖到筷子能轻松插入。第二阶段加入固定营养锚点，每天1枚鸡蛋，1小把豆制品，1碗粗粮粥，1盘深色蔬菜，不贪多，不复杂。先让身体记住新的节奏。第三阶段建立感知反馈，排便是否顺畅，白天是否犯困，爬楼梯是否轻松，睡眠是否深沉。根据反馈微调分量，而非死守教条。传统智慧早已给出线索，不时不时，顺应四季流转，细嚼慢咽，让唾液淀粉酶充分工作，吃饭7分饱，留出脾胃运作的空间。现代行为科学同样印证，微小重复胜过宏大计划。把食材买齐放在视线可及处，比写在备忘录里有效10倍。和家人同桌吃饭，气氛松弛，摄入量自然趋于理性。心情愉悦时，胃肠蠕动加快，营养吸收率提升30%以上。孤独进食则抑制消化液分泌，吃得多也留不住。吃饭不是完成任务，而是与自己的身体对话，听他说饿了就添一口，听他说不是就减1分。允许偶尔的放纵，不为一顿大餐懊悔，也不为一次疏忽崩溃。弹性空间才是长期主义的护城河。你会发现，当餐盘变得丰富，体重曲线反而平稳；当口味回归本真，食欲不再被重刺激绑架；当身体重新感受到被妥善对待，它会用最诚实的方式回报你。不是奇迹般的逆转，而是稳步的回升。步伐稳了，眼神亮了，话头多了，日子也就有了重量。回到开头那个清晨的菜场，老人依旧提着布袋，但脚步不再迟疑。他不再回避鱼摊，也不再害怕肉铺。他记得医生的叮嘱，也记得自己的感受。他知道衰老不是剥夺，而是置换。置换掉的是鲁莽，
留下的是清醒；置换掉的是执念，留下的是从容。70岁以后的餐桌，不该是苦行僧的道场，而应是修行者的禅房。每一道菜都是一次选择，每一次咀嚼都是一场对话。不追风，不逐流，只顺着身体的脉搏，安排一蔬一饭的起落。当你不再把食物当作敌人，而是看作老友，那些曾让你焦虑的数字都会慢慢褪去锋芒。肌肉会一寸寸结实起来，骨骼会一天天扎实起来，肠道会一轮轮轻盈起来，神经会一遍遍清明起来。这不是神话，这是科学照进日常的必然。愿你在这段旅程里学会与食物和解，与岁月握手，不惧怕变老，只拒绝敷衍，把力气花在滋养上，而不是限制上。当你终于明白好好吃饭就是最高级的养生，你就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那道坎。窗外的风还在吹，桌上的热汤还冒着白气，下一顿饭你会为自己准备什么？答案不在别处，就在你推开冰箱门的那一刻，在你拿起筷子的那一秒，在你愿意认真对待自己的那一声叹息里。所谓长寿，不过是把每一天都过得值得回味。